炒粿条其实当年是由潮州人在移民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把它带过来这一边。如果要讲到潮州人的移民史的话，其实最早好像是可以追溯到去宋元时期。OK， 4盘，番椒爱。赤脚炒粿条呢，是用炭火来炒的。他习惯小时候就在乡村里面不穿鞋到处跑来跑去，那就讲成一个习惯，穿着鞋炒粿条反而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他就是拖着鞋炒。爸爸开始算起到他这一道，他应该有80年的历史了。你可以形容一下口感吗？对。我看了也很饱，很饱了。赤脚的炒粿条呢，它就本身比较偏干身一点，它偏干，而且，它的火黑是非常的够，就是你现在一份吃下去，你会感觉一点淡淡的一种炭香的味道，火炭的香味。我们刚才说的好几家，它都会有韭菜，然后这道是没有的，这个汤就会比较大颗一点，它的汤就会比较多，可是它的蛋还是处于一种比较滑润、比较嫩 Q 嫩 Q 的一个状况。吃到这个粿条本身的那个辣椒的香味之余，你又可以吃到那个蛋的香味，它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因为有些是炒它的辣椒香味，那有一些就是它的酱油的香味比较重，就每一家都不一样，所以说你来到槟城吃炒粿条，你就一定要每一档都去吃，让你连续吃5家那样子。因为你在越短的时间之内吃完越多，你才可以比较出它的味道跟差别。我这时候一定要抱怨我的那个导演，这样想出连吃5盘这种真可怕的东西。我想象中5盘，然后我还要答应他，这个很神奇的地方。你还乖乖吃完，吃完，最厉害。好，还有一点呢。2根芽菜你不放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炒粿条其实当年是由潮州人在移民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把它带过来这一边。那如果要讲到潮州人的移民史的话，其实最早好像是可以追溯到去宋元时期，乾隆、嘉庆年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第一波的移民潮。800年到1940年中间，那就陆陆续续因为各种原因，国家内战贫穷等等，再加上当时候英殖民要招揽大量的华工。如果根据当时候的统计，从中国移民到马来西亚的华人人口大约有1000万人次，那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潮州人。现在潮州人的人口，如果根据前几年的估算的话，大概已经超过有50万人口，那就占华人人口的9%左右。那早期来马来西亚的潮州人主要是聚集在北马一带啦，比如说威省当时候在槟城的潮州人也集成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帮会，叫义兴帮。而且义兴帮当时候是有多大呢？目前槟城的 Church Street， 它的名字在当时就叫义兴街，所以在这边你就可以想象到当时候的义兴公司的势力是有多庞大。那有另外一批的潮州人呢，是在19世纪的时候，因为柔佛天门宫王朝的一些政策的原因，他们就大量的引入人口去当地开发，所以说当时又有一批的潮州人也顺势移民到柔佛去。在柔佛当时的港主制度下，那这一些华人就移民过去的潮州人，他们就是从事种植甘蜜甘蔗胡椒等等。除了移民西马之外，他们还移民到了去东马，就是沙拉瓦的古晋，在那边落地生根。那同时他们也是在那边从事种植的一些行业。当时候的潮州人在古晋，他们有盖了一个庙叫玄天庙，我其实很想要过去看一看。如果哪一个朋友愿意支持我到沙拉瓦古晋去做玄天庙的这一集节目的话，那我也是非常鼓励大家支持我啦，谢谢各位。那这个暹罗路炒粿条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老板他每一次只炒2到3碟的粿条，所以说如果他人一多的时候，你可能要等上1个小时多。那我希望我等下去的时候就不要那么多人，我就不要等那么久。我是没有想到他这个队伍会那么长啊！我们都看一下那个队伍。这个也太多人了吧！你可以趁这段时间消化。非常感谢你的提醒，非常友善的提醒，对不对？你站着的时候就消化啦。希望排到我的时候，我已经消化完了，我可以吃第5盘了。等了半个小时，终于轮到我了，太开心了！
感动。等了半个小时，消化到七七八八了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个举世闻名的炒粿条。这香木炒粿条，它曾经在2017年的时候入选全球50大街头美食的排名第14名。那这个你真的是不吃，真是浪费啊！必不可少的大虾，然后还有来西汉，这个是我们的腊肠，然后我是个人最爱的腊肠，然后还有菇菜。它既不会太咸，可是你又感觉它酱油的香味，而且它的虾。 非常的鲜甜，它不会有那种臭腥味，也就是说它的虾是非常的新鲜。而且我个人其实蛮怕吃血蛤，因为有一些血蛤你选的不好的话，它会有一股很重的血腥味。那它的 OK。香木炒粿条有一个特色，它就是用炭火来炒，大家可以看到，哇，烧的极旺啊那个火。你如果用瓦斯来炒的话，瓦斯的化学成分耗完了之后，它会形成二氧化碳跟水。 那个水就会容易沾到食物，会让整个食物看起来黏黏湿湿的。用炭火火炭的话，它弄出来的化学成分它就是只有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不会变成非常的湿黏黏。它是不是湿润的刚刚好哎？炒粿条最重要的就是锅气，锅气就是它的灵魂。它这个绝对是有灵魂的炒粿条，看到吗？灵魂。来帮我设温。我觉得还有一个纯粹的美，它就完全搭配的刚刚好，它不会多一分，也不会少一分。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艺术家讲过啊，艺术的最高标准就是准。哎，你多一点就过了，少一点就少了。但这个我觉得是个艺术，它真的是刚刚好，它不会多，它也不会少，它就是在那一个最 perfect 的味道，让你吃到它。3只虾，然后你吃了4盘，5盘，所以你差不多吃了20只虾。评准过高。究竟震撼会不会暴毙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好，我们先去排队第2盘。等一下。虽然我们刚才一天吃5盘炒粿条，看起来是很夸张，可是我必须要跟你讲，在槟城各个大街小巷里面，其实都藏着非常美味而且独特的炒粿条。不夸张的讲，如果你真是一天吃1盘炒粿条的话，你搞不好真的可以吃那么1年。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最好吃、最适合自己的一个炒粿条。那如果你真的是对槟城的美食有兴趣的话，那你一定要来槟城吃槟城的炒粿条。那喜欢我的朋友，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